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呢，我要先跟一位经常留言的好朋友 Erin 说声恭喜。Erin 呢是台湾的网红，她马上就要结婚了，那我们在这里由衷的祝福 Erin。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养生可以帮助睡眠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债务危机。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已经威胁到中国经济与中国民众的财产安全，所以必须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其实，在去年年底，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预测今年中国的10项趋势。那其中有5项是跟经济有关的，包括美中贸易核心问题未解，贸易冲突升温，中国经济加速下坠，股市走入低迷常态。企业扩大倒闭或缩编，失业问题扩大，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地产商生存压力大，各类债务违约蔓延，金融危机一触即发。那很遗憾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发生了，特别是债务危机，到了今年年底呢，突然快速升温，但是这个问题又非常硬，所以呢，我们会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先带您来看最近出现的一连串事件。10月24号，中国500强企业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玉米油生产商希望集团无法偿还10亿元短期债券，出现债务违约。11月11号，中国著名的运动鞋公司贵人鸟发生债务违约，有人民币5亿元的到期债券无法偿还。11月19号，中国最大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商东旭光电发生债务违约，违约金额超过20亿元。但是东旭光电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公司持有现金183亿元，但是只过了10几天，却还不出20亿元债务，引发外界质疑，内情并不简单。11月27号，希望集团再次违约，欠款金额高达8.61亿元。12月2号，中国最大的国有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宣布无法偿还20亿元短期债务。北大方正首次发生债务违约，也拖累另一家校办企业清华紫光的股价重挫。12月3号，贵人鸟再次债务违约，违约金额6.47亿元。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发生债务违约，也就是借了钱却还不出来的企业呢，不少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就连总资产大约3700亿人民币的北大方正也都是榜上有名。那根据彭博社统计，今年中国境内发生的企业违约事件超过140例，违约金额至少有1204亿人民币。而2018年一整年的企业债务违约金额是1219亿元。那换句话说，今年度中国企业的境内债务违约金额很可能会再创历史新高。那此外呢，中国在境外违约的公司债金额也就是中国企业向海外借钱却还不出来的金额呢，也已经增长到19.7亿美元。那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债务违约问题不但会波及中国境内的银行机构与投资者，还会连累海外银行与投资者。那中国的债务风暴已经和全球金融体系接上线了。那么大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企业债务违约，欠钱还不了呢？那各个企业的原因可能都不止一个，而且呢，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从宏观上看，大致上呢，有几个共同的基本主因：一、常年过度举债打快拳的经济发展模式。多年来中共政府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就是大量举债，投入建设工程，创造 GDP 数字，创造经济发展的表象。那许多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呢，也纷纷效尤，用大量借钱的方式来谋求高速扩张。但是呢，任何形式的举债都是寅吃卯粮，未来都是要还的。那如果长期举债过度，一旦哪一天企业运营不如预期，或者是遭遇逆风呢，那就会措手不及，巨额的债务就会成为拖垮公司的包袱，甚至是炸弹。像隶属中共国家队的企业北大方正呢，它的负债金额就超过3000亿人民币，资产的负债率超过80%。那同样由官方控制的清华紫光，资产负债率也超过73%。那这两家企业都是很典型的高杠杆、高负债、高风险发展模式，所以债务惊人。
二、美洲贸易战重创中国经济，企业营收锐减。美洲贸易战开打1年多以来，不但造成中国出口贸易重挫，还促使大批企业相继撤离中国，也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红色供应链。那也造成许多企业的订单减少、营收下滑，甚至是大幅亏损。那这也让许多债台高筑的企业无力还债，甚至落入借新还旧、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三、企业道德下滑，不计责任，圈钱造假。在中共的常年集权统治与假大空的党文化影响下呢，中国社会不但整体道德持续下滑，那许多公司跟企业更是忽视企业的信誉与社会责任。借到钱之后，不但压根儿没有还钱的责任感，任意挥霍，甚至呢还不惜造出假财报、假项目来举债贷款，用欺骗投资者的手段来换取资金。那还有人在圈到钱之后，通过洗钱或者海外投资等等方式呢，汇出资金，再占为己有。特别是近期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那有不少企业高层看坏未来的局势，赶紧设法前进海外，债留中国，给自己找退路。但是呢，却让中国社会与百姓来承受痛苦。好，我们再重复一遍这3个企业债务违约的基本主因。一、常年过度举债，打快拳的经济发展模式。二、美洲贸易战重创中国经济，企业营收锐减。三、企业道德下滑，不计责任，圈钱造假。不过，更糟糕的是这波企业债务违约的后遗症正逐渐的向中国的银行金融体系延烧。因为银行是大多数企业的贷款来源，特别是国有企业跟大型企业。但是呢，这些企业现在却违约倒债，那就会让这些银行遭受损失，出现巨额的坏账，也就是呆账。那造成银行亏损，或者是资金周转不灵，也就是所谓的信用风险。那继而会出现银行倒闭或者重整的危机。中国银行研究院在11月28号发布了2020年度的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那里面也明确提到了中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债券违约风险可能向信贷市场传导。那简单一句话，企业不还钱，银行活不下去。而且最近半年来，也确实出现了多起银行信用危机的案例。今年5月，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由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联合接管。7月，锦州银行出现资金风险，由工商银行进行战略性投资，提供资金纾困。8月，山东恒丰银行出现资金危机，由山东省政府接管。10月底，河南洛阳的伊川农村商业银行连续3天被民众挤提，也就是挤兑。11月初，辽宁营口的沿海银行发生挤提。11月中，中国媒体报道称，哈尔滨银行已经被政府收归国有，由哈尔滨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与黑龙江省金融控股集团入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的资金问题与信用危机频频的涌现，那不但引发民众的不安，争相挤提现金，那中共当局呢也频频动用政府的力量来接管这些银行。但是政府接手并不代表风险就消失了，反而呢还可能会有更多的银行倒闭或者是信用危机继续引爆，那未来会让中共当局呢更难以应对。那最近人民银行也公布了新年度的金融稳定报告，那警告中国呢正面临着多重的金融地雷风险，而被认定属于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就高达586家，占比超过13%。那其实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中国存在信用风险的银行绝对不会只有1-2家。现在确实开始出现了银行的暴雷潮了。那特别是中小规模的银行，他们遇到美洲贸易战大量企业外移或者倒闭，还有中国经济成长下滑以及失业问题扩大等等因素呢，很容易出现大量的坏账，也就是呆账。所以这些银行非常容易出现信用风险与资金周转不灵，导致破产或者重整。所以这里要请中国大陆的朋友格外留意了。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些企业的债务危机，还有银行的信用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简单说，
如果企业被债务压垮呢，就会设法裁员、缩编或甚至是倒闭。那这样呢，就会带来失业，就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岗位和收入，也进而影响你的消费购买力，还有贷款的偿还能力。那如果银行被坏账拖垮了，那就会影响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安危，以及你通过银行购买的各项金融衍生性商品，还有投资服务。所以最近只要有银行可能出现资金风险的时候，就会有大批的民众赶到银行去挤提，设法保住自己的血汗钱。那事实上，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算，目前中国的整体债务占 GDP 的比率已经高达306%。那也就是说，中国积欠的债务已经超过经济产值的3倍。那相当于呢，每个人创造出1块钱的同时呢，就得偿还3块钱。所以债务问题势必会是未来几年非常沉重的负担和风险。讲到这里我们先喘口气，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相当严重，而且呢会让中国的债务危机与金融信用危机更加恶化，就是中国房地产业出现破产风暴。那根据法院统计截至今年的11月20号，今年内呢宣告破产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已经高达446家，创下空前的纪录。那平均下来每一天有 1.5 家房企破产。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房企破产呢？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呢，过去几年之内地产商一窝蜂的买地盖楼，那导致房市供过于求，空房大量增加。那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黎去年底发出的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城镇地区的住房空置率已经高达 21.4%， 那大约有6500万套住房没有人住。那市场供过于求呢，也就导致房价持续的下跌。那其次，美洲贸易战导致大批企业外移，中国经济下滑，那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和购买力呢也大幅下滑。再者，许多地产商在经营上也是高杠杆、高负债、高风险的打快拳模式。那现在市场需求下滑了，导致他们的资金收入呢也大幅减少。那收入减少呢，会让他们难以还债。可是呢，还不了旧债，就很难借到新债。因此呢，许多开发商不惜大幅的降价，甚至杀到半价求售，只为尽快的脱手换到现金。那在山东济南呢，甚至还出现房价在1个月之内跌价40万人民币的情况，让已经买房的民众大感愤怒，要求呢集体退房。另外，中共当局为了管控债务风险，保住经济多次收紧了对房地产业者的资金链，那导致许多房企业者更难借到钱，还不了债，只能相继的倒闭。那甚至有专家预测，中国未来几年之内，只有20%的地产商能活下来，而其他80%会死掉。不过呢，也有部分地方政府担心房价下跌太快，会冲击当地的经济数据以及政商权贵的利益，因此呢，祭出了房价禁跌令，让地产业者呢更难卖出房子，那债务问题呢也就雪上加霜了。我们再快速重复一下中国房产业者大量破产的主因：1. 市场供过于求； 2. 企业外移，经济下滑，市场需求下降； 3. 地产商负债过高，急于套现周转； 4. 中共当局收紧资金链，政策多变。最后简单一句话，中国房地产走进了冰河时期。那许多业者将继续被迫倒闭，而大量的房地产债务呢，将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未爆弹，成为下一场金融风暴的引信。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我们下次再会。